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9月18日918，即係人類喺歷史上吸收到最大嘅教訓呢，就係從來喺歷史上吸收唔到任何嘅教訓。今日講兩單啦，關於毛澤東嘅新聞啦，都好會睇到呢，即係中國人似乎喺冇喺文革嗰度咧吸收到乜嘢教訓嘅。咁即係有一個人物就死咗啦，呢個人物係邊個呢？宋彬彬。即係如果熟悉文革歷史嘅朋友咧，一定係識宋彬彬嘅啦。即係馮客文化大革命呢一套書咧，都有重點描述到呢個歷史事件嘅。宋彬彬咧喺1966年文化大革命喺8月份嘅時候就由佢推向咗高潮啦。因為喺66年以前咧，文革咧都係叫文鬥，文鬥咧就係用文字去批鬥啦，係咪啊？就打倒一啲所謂嘅反動派啦，打倒嗰啲所謂嘅大公賊，係文鬥嚟嘅。咁但係咧，呢個宋彬彬咧就係當時係一個中學生，係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嘅一個中學生，高中生啦。呢個叫老三屆啊嘛，文革前嘅，即係仲讀緊中學嗰啲叫老三屆。咁咧，佢就係武鬥學校長，即係呢個知識分子反動知識分子，學術權威嘛，要打倒學術權威啊嘛。佢唔單止打到佢，仲打死咗佢，就係被打死咗。咁因此咧，毛澤東係接見到呢個宋彬彬喺天安門城樓上邊咧，係表揚佢話佢係好兒女。自此之後，宋彬彬咧就改名叫做宋耀武啦。咁後來有一篇文章咧，文革時期咧，所有中學生都要讀嘅，就係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袖子紅帶即係嗰個戴上去嗰個襟章啊。咁就係所有中學生咧喺文革時期都會讀嘅一個文章。咁當然啦，呢個宋彬彬咧，佢後來咧，即係60幾歲嘅時候翻中國啦。咁咧佢就係即係發表聲明，唔係佢寫嗰啲文章，係人哋寫，嗰啲領導寫，然後就加咗佢嘅名上去代佢寫嘅。咁呢個當然不能排除啦，嗰個年代都係好多身不由己嘅事啦。咁咧唔單止係咁樣，更重要嘅就係咩咧？佢就否認咗自己有打死佢校長。咁雖然當年咧就係報章係咁報道，毛主席係咁樣認為。所有人都話係佢打死嘅，但係佢話佢睇住其他女同學打死，佢冇份，佢冇，但係佢都要懺悔，因為佢冇辦法阻止。咁所以呢個呢，佢嘅丈夫係社科院嘅研究員嚟嘅，係歷史學家嚟嘅，近史所研究員。咁咧就叫黃精堯，黃精堯咧就係至死咧都唔原諒宋彬彬嘅，就話唔接受佢嘅道歉，話佢呢個道歉咧係冇真相嘅。即係佢話佢冇打死嘛，但係幾十年嚟，所有教科書、所有歷史資料都話係佢打死。咁到底實情係如何呢？咁佢冇詳細交代。而咧佢曾經咧多次用過呢個嘅傑出校友嘅名義啦，係翻去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參加嗰啲活動。咁所以佢丈夫咧，即係佢校長嘅丈夫黃精堯咧，佢係2021年死嘅，死嘅時候18歲，至死都含恨而終。認為咧呢件事咧係冇得到調查，即係台灣啦228事件或者係戒嚴時期、白色恐怖時期有好多唔公義嘅事情，韓國都係啦，呢個軍政府時期李承晚至到全斗煥盧泰愚時期有無數唔公義嘅事情。咁民主化之後咧都會調查解密檔案啦，然後還翻死者嘅一個公道，或者坐冤獄嘅人啦會得到賠償啦，充公翻以前嗰啲人嘅黨產，即係非法得嚟嘅黨產，呢啲叫轉型正義啊嘛。但係文革結束幾十年啲人咧就話要吸收文革嘅錯誤，冇，即係文革嘅得益者咧，嗰啲紅衛兵咧冇被充公財產啦。唔單止係咁，即係發動文革嘅人咧個相仍然高掛喺天安門度，歷史教科書咧冇給佢一個公正嘅評價仍然咧視佢為呢個嘅偉大嘅領導人冇一個公正嘅評價。咁所以係冇吸收到呢個錯誤噶嘛。咁呢個宋彬彬咧就文革嘅中後期咧，其實佢都係即係靠邊站噶啦因為一開始你係激進派嘛，後邊總有人激進過你嘅。咁最後邊咧佢就變成咗靠邊站啦。而後來文革緩和嘅時候咧，因為佢曾經有咁激進打死校長，係第一個咧教育工作者被打死嘅。咁所以咧由其他大學咧唔肯收佢，最終咧只能夠入咗啲3、4線嘅大學院啦。咁但係唔緊要，佢爸爸咧係開國上將，佢爸爸咧宋任窮係10大元帥之後就到宋任窮啦。當時咧即係佢都係上將啦，建國之後咧都係做一個非常高嘅職位喺中央度。咁喺80年代咧，即係平反咗之後啦，文革結束啦。
咁佢仲係做呢個中顧委嘅成員，中顧委嘅副主任添啊，仲係好高級噶。中顧委係咩呢？垂簾聽政，就係當時咧鄧小平咧就名義上交棒俾呢個嘅胡耀邦、趙紫陽、萬里呢啲嘅中清代年輕幹部。然後咧鄧小平、陳雲、李先念、鄧穎超呢啲元老，鄧穎超即係李鵬嘅即係佢嘅養子啦。周恩來係即係佢嘅丈夫。就係佢哋咧，就係控制當時嘅朝政嘅。咁咧，而呢個嘅宋任窮咧，仲係中顧委喎，即係當權嘅時期，佢個女宋彬彬咧，1980年就已經去咗美國噶啦。咁所以咧，佢就係入咗美國籍，喺美國麻省嘅環保局裏邊咧係做分析員。咁啊，直至到後來2000年代後啦，2004年佢就翻中國啦，係做一間英國公司駐北京嘅董事長。咁啊，早幾年咧就翻美國，安享晚年。咁前日就係去世啦，咁啊77歲。咁呢個人咧，佢就晚年咧多次話懺悔嘅文革嘅，認為係一個時代嘅錯誤啦。咁當然你活喺嗰個年代咧，你唔去鬥人，人哋係鬥你噶啦，呢個都無可奈何嘅。呢個係時代嘅錯。一個學生嗰個年代嘅學生喺天安門度瘋狂地口吐白沫，高叫毛主席萬歲，都係時代造成噶。咁呢個即係喺嗰個年代啲人好難脫離到呢個嘅。好似朝鮮咁，你見到啲領導人死嘅時候咧，啲人咧哭到好似哭崩天地咁啊！你第一唔喊得好激烈咧，人哋咧就會批鬥你啦。第二咧就係喺嗰個氛圍底下，你真係會相信咗金氏王朝咧係永垂不朽嘅。咁所以經歷過文革嘅人都有呢個問題，時代嘅錯誤。但係問題幾十年嚟，教科書曾經係講過文革係呢個嘅10年浩劫，咁但係講啫。佢都冇完全否定咗文革嗰啲人物，即係捉咗四人幫咯，就話毛澤東係俾四人幫同埋俾江青係誤導，只係將呢樣嘢諉過於人。咁所以今天咧，毛主席仍然係即係中國咧神聖不可侵犯嘅情況。咁呢個就係冇吸收到歷史教訓啦。而呢啲文章咧仲係即係越嚟越左啊！其實而家嘅時代咧，反而係左過10幾年前喎。去到習近平嘅時期咧，文革由10年浩劫喺教科書，因為咧大一有一個叫做中國近代史課去修噶嘛，同埋馬克思主義概論以及呢個毛澤東思想概論毛概呢啲咧，仍然係高度評價毛澤東。對於文革咧，認為只係中國歷史發展上一個曲折啫，係冇去深切咁檢討啊！呢個真係可悲係嘛？咁嗰啲文章咧，暴力嘅符號，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袖章，仍然咧係經典喎。咁呢個嘅變仲雲之死紅色8月，其實到而家都冇平反，即係有名義上平反啦，但係冇俾一個生者佢嘅仔女佢嘅亡夫一個公道，因為宋彬彬呢啲人仲要過得好好啊嘛，佢所謂嘅道歉都係不能夠令人接受。咁所以另外一單新聞咧，亦都睇到呢樣嘢，就係有一個作家喺武漢嘅一個作家，呢個作家咧，俾人哋起咗底喎，因為咧佢只係咧用筆名叫做南風，就發表文學評論，應彎弓射大雕啊嘛，驅往矣，數千古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咁咧佢話咧，其中咧北國風光，千里冰雪，萬里雪飄好俗氣。咁呢個北對千對萬咧，其實對唔上嘅。咁如果呢個咧北國風光咧，可以講一國風光，千里冰雪，萬里雪飄，咁就合理啲。咁呢個北對千對萬咧就唔得嘅。咁然後咧呢個嘅山舞銀蛇原詞立象咧係湊字數嘅。呢啲咁嘅詩句擺喺兩宋咧，只係下品或者下品。一個好合理嘅文學評論啦。歷史上有邊啲人嘅文學唔評得噶？當然你喺乾隆時代你就唔評得乾隆嘅。你喺唐玄宗嘅時代，你唔評得唐玄宗嘅詩詞，呢個大不敬啊嘛！呢啲封建時代嘅嘢喺而家都係有噶，但係毛澤東死咗好多年噶啦。而家習近平時代毛澤東死咗幾十年，係評文學，評呢個嘅毛澤東嘅文學唔得。咁因為咧佢俾人起咗底喎，俾人起咗底咧，原來咧佢李南風咧其實係李安徽，1987年出世，而家咧係任中交建第2航務工程局旗下嘅建築公司嘅第1支部書記，黨員嚟啦，係支部書記啦。因為俾人哋起咗底之後咧，所以就話佢貶損毛主席啦，亂認祖宗嘅作家，居然係國企嘅書記係嚴懲嘅。
咁啊而家咧就要開除佢要受到處分喂，呢啲係完全冇言論自由可言你黨員啊，當然有鐵啲紀律啦。咁但係問題，你批評文學批評本身係一種學問嚟，大學係有科目開文學批評嘅，冇文學係唔批評得嘅。李白杜甫喂毛澤東批評好多啦，係咪啊？直頭揾埋郭沫若去批評啦，係即係批《水滸傳》批《西遊記》呢個毛澤東自己批得，你人哋批毛澤東就唔得。呢個世界咪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呢啲係封建時代嘅嘢嚟噶嘛？封建時代嘅嘢，而毛澤東係文革嘅一個圖騰，即係佢係冇吸收到文革咧最大嘅錯誤就係咩？個人崇拜啊嘛，就係凡是毛主席說的便是對的，凡是毛主席說嘅就係對嘅。咁呢個就係只問立場而不問是非，好似成日每一條片咧話，喂，你唔講下英國嘅，講中國，我點解要講英國嘅？講英國人有言論自由，即係英國嘅報章 BBC 嗰啲Sky News 每日都批評英國，經濟學人每日都講英國，英國人咧就中意講批評嘅，唔批評咧講英國好個故事啦，冇人睇嘅。咁所以英國有人英國人批評，咁我要批評咧，我講中國，咁有啲人話你淨係識批評中國，咁首先你問我講嗰啲係咪事實先？如果我講啲係事實，即係呢樣嘢係是非啦，唔係因為我批唔批評中國，而批唔批評中國係立場啦。咁所以到今天咧，中國人咧好多都仲係只問立場而不問船嘅文學批評，講得啱唔啱咧係是非嘅問題嚟嘅。但係佢批評毛主席係呢個侮辱先烈侮辱呢個偉人咁呢個就係立場嚟嘅。點解偉人唔可以批評批評就係侮辱嚟嘅咩？冇人身攻擊況且有人身攻擊又如何啫？好，黨員唔可以人身攻擊毛主席可以，咁但係文學批評嚟嘅係毫無問題嘅應該係。咁但係佢仍然行緊封建時代嘅嘢啊嘛，就係呢個叫忌諱、大不敬、妄議大政妄議中央、誹謗朝政，呢啲全部係幾千年前嘅嘢嚟嘅，到今天咧係揮之不去。所以文革嘅圖騰毛澤東仍然係不可侵犯嘅對象。咁人點會進步啫？係嘛？所以溫家寶總理係講得啱嘅政治唔改革，文革始終係會重來嘅。李克強總理話咩呢個嘅長江黃河水不會倒流講咗之後幾個月就死咗啦。死於非命突然間喂一個國家嘅領導人咧，身體成日做檢查照計突然間咁樣死咧，實在令人覺得惋惜啦。咁呢個都係天亡佢也啦咁即係好可悲咯，係咪啊？即係你要不斷進步，你就係要不斷反省以前嘅嘢，避免以前嘅嘢唔係講嘅。要好似台灣、韓國咁樣，要轉型正義，好似美國咁。當然美國而家轉型正義咧，就可能過猶不及啦。因為以前咧對黑奴太過殘暴啦即係50-60年前咧仲有種族分隔政策，所以咧佢就好多大學，譬如話哈佛大學就諗咗，喂，黑人咧去考哈佛大學有加分或者係其他嘅一啲嘅政策咧，對少數民族咧都會有優惠咁嘅情況，咁可能會有啲人有爭議，有過猶不及嘅。咁呢樣嘢可以商榷。咁但係至少你要行出嗰一步，轉型正義就係要將嗰啲歷史犯過錯嘅人，你即係坦白講，你譬如話華盛頓佢都有管有呢個嘅咩嗰啲黑人牙齒即係佢係蓄養黑奴而且屋企係成排牙齒，咁可能都有殘暴對待黑人添喎。即係你要如實將佢喺歷史書上面交代啊嘛華盛頓嘅紀念館係有直頭有一副牙齒喺嗰度嘅係會公正地話俾人知當時嘅歷史文化係點樣。咁呢啲係錯誤嘅嘢，用今天去睇，但係嗰個年代係咁樣噶啦。但係你要話俾人知噶嘛，唔係一味歌頌佢，淨係呢個嘅偉大嘅開國領導人如何，否則後人又唔會吸收錯誤嘅。華盛頓就係華盛頓，佢唔係咩歷史嘅偉人，唔係不可侵犯，係嘛？今天仍然有唔少人係批評緊華盛頓嘅人品嘅政策大家都知道華盛頓冚櫻桃樹係啲美國作家作出嚟嘅但係我哋細個都以為係真嘅咁但係而家美國有學者研究唔會有人話指出喂，原來呢個冚櫻桃樹咧敢於認錯呢個故事係假嘅，然後佢就俾人話誹謗朝政呢個嘅侮辱先烈嘅，唔會啊嘛。人類就係要喺歷史上吸收到教訓，人類係不斷犯錯。今天嘅社會有好多唔完美嘅嘢好多唔合理嘅嘢，但係我哋咪要讓佢批評咯所以咧，我前嗰排咧睇咗一個大陸嘅學者咧，即係好多年前啦，就講呢個嘅建黨大偉業嗰套電影建黨偉業嗰套電影真係好因為佢描述咗一個國民黨嘅時代當時學生係可以組織遊行
工人可以組織罷工，知識分子可以組織大會去討論朝政，係嘛？討論呢個議政，然後咧公共知識分子咧可以咧係攻擊呢個嘅國家領導人蔣介石，報章有新聞自由。當然啦，蔣介石就想辦法剝奪嗰啲人嘅新聞自由，派人暗殺嗰啲人啦，即係呢個取締嗰啲報章。但係整體嚟講，社會都係有自由喎。呢個咪就係即係追求公義嘅一種手法咯。當年共產黨就係追求呢種嘢啫嘛。咁但係好可惜啊！你當年嘅追求咧，就後來變得係即係玩味啦，變得諷刺啦。但係今天仍然咧睇到毛澤東呢兩宗新聞啦，係即係好可悲。咁當然好處咧就係我睇宋彬彬咧嗰個即係新聞啊，下邊嗰啲人咧留言咧好多都係清醒嘅，就話佢死喺美國喎，呢啲紅二代啊都係死喺美國啊，都係口裏說不，身體卻很誠實嚇。佢啲兒孫咧，宋任窮啲兒孫啊，都全部都喺美國嘅。咁啊，其次咧就係話喂都係要學習吸收歷史教訓喎咁有啲人話特殊嘅時代過去就過去啦，咁係咪真係過去咗咧？咁有人話喂，日本人都過去咗啦，你誒成日講日本人，講到日本嘅時候啊，又話不可忘記的歷史係嘛918啊今日，但係講到文革嘅時候就話已經過去咗啦，講6.4嘅時候已經過去咗啦係咪思覺失調啊？所以留言下邊有啲人都好清醒㗎，其實我睇咁然後就話喂，死者家屬啊，即係嗰個老師啊校長啊卞仲雲家屬都接受唔到冇去原諒佢啊，就係因為真係道歉唔夠咯冇誠實嘅道歉嘅其實冇去做啲咩就係講㗎嘛。你有冇親自去拜祭你個老師啊有冇去親自揾你個校長嘅丈夫好似半澤直樹咁跪喺度有人道歉，話一條人命嚟㗎，你否認咗話自己殺喎，但所有毛澤東嘅當時毛澤東都話係你打死喎，所有嘅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都話係你打死喎，冇喎係咪啊？咁佢淨係話自己冇阻止其他同學，咁呢個係咪接受到咧？咁呢啲就係冇誠實地去面對住歷史嘅責任。即係每一個人都犯錯嘅，我哋都要學習點樣喺錯誤裏邊吸收認錯啦。所以有人指責我錯誤，我第一時間可能會反駁嘅但係諗下，可能我自己錯，我都會想辦法公開認錯道歉嘅。咁 anyway 咧。最後我宣傳嘅活動啦，因為9月30號前咧報名咧仲有 discount， 我就同大家咧會去台灣就去考察呢個歷史文化之旅呢個歷史文化之旅咧就5日4夜喎，而家咧就定喺12月15號，咁5日4夜，咁就會去台北，喺台北咧就會去中研院啦，同埋去呢個嘅台北賓館啊，就係簽訂中日和約嘅地方，然後台中就係嘉義啦，其實就會經過台中去嘉義。最後咧就會去台南，喺台南咧就散團嘅，咁就係要自費機票，咁費用咧今次咧就包咗大部分嘅食宿，就唔包米芝蓮星級大廚主理嘅法餐啦，嗰一餐咧就要自費嘅，嗰一餐係要自費，咁包咧就係9500蚊，咁如果咧你早報咧就係8800蚊，咁我就會同你去，咁但係咧唔包括呢個機票，因為咧而家報名咧其實嘅旅客咧好多都唔同地方，我舊年咧就有美國去嘅、加拿大去、英國去嘅、澳洲去嘅、韓國去嘅咁亦都有大陸去同埋香港去嘅、澳門去都唔少。咁所以咧有興趣嘅咧自己買機票啦。咁我哋就15號嗰日咧喺台北度等，就聚集咗之後咧，我哋一齊去呢個旅行團。我帶你去嘅地方咧就包括埋即係一般人啦好少去嘅會去中研院啦。基本上我問過台灣啲旅行團話冇人去中研院睇中研院嘅歷史文物嘅。咁又會去今次咧就新開一啲地方，就帶大家去呢個嘅當年咧美國嘅領袖去台灣訪問嗰啲秘道就會睇一啲歷史嘅嘢，同埋中日和約嘅地方都冇乜人去嘅。咁所以去同大家講啲歷史啦，考察團咁有興趣嘅可以報名。咁我宣傳咗1日之後咧，已經有數十人咧係查詢話要留位噶啦。咁所以如果你喺9月30號前咧係交費嘅話咧，就會有 discount 嘅。多謝大家。咁嗰個link 咧就會擺喺下邊留言嗰度，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報名。多謝，拜拜。